小邪魔，原来你在这里！快跑！跑不了。孩子，小心！好小子，往这儿打一拳试试。我龙王爷倒要看看你值不值得天帝为你做出这么大的动静，非要我们四大天神来抓你这个小邪魔。呀！哎呦！哎呀！小邪魔。孩子，当心！
你是天神的儿子，你快去迷雾鬼林去找老鬼。巫伯，巫伯！太阳之灵，光在南方，烈焰如我，我如烈焰。圣灵石，圣灵石。为什么天神不能伤害我？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出现红光？难道我真的是个小邪魔吗？太阳之灵在我祝融。太阳之灵在我祝融。你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小邪魔，你逃不了了！人世间的任何生灵都逃不过四大天神的神力的。小邪魔，你的圣灵石已被我的神兵法力锁住，谁都救不了你。让你尝尝我的三味真火的滋味！
哎，快点走，快啊！快点，快点！紫气之灵在我东方，雾灵是我，我是雾灵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啊！快走，快！大家小心，四处看一看。哎呀，不能看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小邪魔，我看你这一次再往哪里逃！你才是个邪魔！小主人小心！老鬼，原来你还没有魂飞灵灭，竟然又和这小邪魔凑在了一起。我老鬼本来就没有魂魄，又何从魂飞？老鬼之灵生于开天辟地之时，自当与天地同在，又有谁能把我老鬼之灵消灭呢？老鬼还是那么一副臭脾气，我火神倒是很佩服啊！你要是真佩服，就不要在这儿拦路，快让开！让路也行，不过你要把这小邪魔留下。哎呦，谁是小邪魔呀？不要装疯卖傻！你身后这小子，就是天帝发下日光神令要捉拿的小邪魔。老鬼，你虽然是神外的精灵，但也曾入神界受命修炼，也算得上是神界之仙。你怎么敢不听天帝之令，和这个小邪魔混在一起？哎呦，老鬼，我虽入过神界，可我从来不敢以天神自居啊！当年太阳神都不曾命令过我，嘿嘿，又怎么会听什么天地之令啊？如此说来，你敢向天帝挑战，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我今日就要你在我火神的神火之下灰飞烟灭！哎，你牛皮吹得倒大，可我老鬼从来不念旧情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朱雀旗上的三味真火如何奈何我老鬼。我不怕他的三味真火，让我打败他。小主任，你让开！我的雾灵咒是他三味真火的克星，他伤不了我的。不错，你老鬼的雾灵咒是不怕我的三味真火，
但是只要我一用出朱雀旗上的灵力，4大天神就都会赶到。到时候，我们手中的4大神兵布下天罗地网，老鬼和小邪魔往哪里逃走？哼，4大天神岂能奈何于我们？哼，我老鬼要走，又有谁能阻挡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父王，是我把天神请回来的。你看天神多勇敢，把那些魔兵都打败了。还是我的宝贝女儿行啊！哎呦，我的小傻主人，你的圣灵石遇到魔兵会发出威力的。糟了，你一定会被天神发现。国王和祝融怎么走了呢？西王母，西王母也走了。怎么天神们都走了？难道神界又发生了什么变化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这里边一定有什么圈套。哈哈，天神们都走了，我老鬼也就不怕了。懒得管这个小主人，我看你有多大本事！嘿嘿嘿嘿。我觉得呀，小主人比你的本事大多了。
我怎么感觉一直不对劲儿呢？原来是你这小骗子在后面跟着我。嗨，想得美！我才懒得跟你这个老鬼呢。不，你不跟着我，你到这儿干什么？喂，我是天神哎，我知道这里有凡人受伤害，我来救他们不行啊？真是。哎，你少跟我来这套，那里就有魔兵在伤人，你怎么不去啊？谁说我不去了？我是看到小笨蛋他喜欢打架当英雄，我是想让他出出风头而已。你就看吧，待会儿啊，凡人就会把他当成英雄拥戴回来的。小主人是战神刑天的儿子，他稀罕什么人间英雄啊？哼，我看你啊是不怀好意哦，想让天神发现。喂，这里没有天神啊！我告诉你，只有一个大邪魔。你得提高警惕啊！别说我没提醒过你。哦，嘿嘿，你还能安什么好心呢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我呀要去帮后羿打那些狼头魔兵，我要让他当英雄，待会儿回来教训你。哎，哎，你离我小主人远一点儿！哎，哎，在我龙王爷的雷尊里，谁都不是我的对手。陈龙，你来真的呀？哎呀！后羿伤着没有？我没事，他伤不了我。哼，小邪魔，看我用神咒来收拾你！太阳之灵，在我雷泽！你们这些天神，不要伤害素女！不好！不要发功！地魔兽在利用你们的力量毁灭封印。地魔兽这老小子撞碎了天地的封印，他跑了！他跑了！
夸父，我把后羿给你带来了。夸父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好孩子，你长大了，终于长成了一个英武的战神。我真为你的父亲战神刑天而感到高兴。夸父，我想知道天地一合为什么要杀死我的父亲？他们同样是天神，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？请你告诉我，我想替我的父亲去报仇。孩子，站起来！你要知道，战神是神界力量的代表，他只能站着，哪怕是死，也要站着去死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，战胜你所有的敌人。我记住了，我永远不会倒下的，我永远不会在我的敌人面前倒下的。好孩子，我会告诉你为什么。我终于看到了，我看到你的力量在小主人的心中燃烧。我会陪我的小主人为你报仇的。你们都是邪魔，夸魔，你和天地刑天一样，只是想成为人神魔三界的至尊。就是你和刑天一合一起暗害了我的父亲。我要报仇，我要杀死你们这些邪魔。冰宫玄剑就在眼前，我必须从后羿手中夺取冰宫玄剑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救出岩谷下的父亲。这是救出父亲的唯一希望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也不能明白羿和为什么会突然下此毒手。后来，当我看见他在不周仙山苦练金乌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。您明白什么了？说来话长，这是因为神人魔三界相通的天为之门引起的。天为之门？对，天神来到人间，做完了应该做的事情以后，本来应该关闭天为之门，这样天人之间就不能相通。可是羿和不想关闭天为之门，这样就暗害了炎帝，杀死了刑天。为什么？这都是他的贪欲，他想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，他想成为神人魔三界力量的主宰。当年那一场大战，如今想起来，仍然是历历在目。不，蓝灵珠不能毁灭，我现在还不能毁灭它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要留着它，留着它。这蓝灵珠是魔界之物，容易让拥有它的生灵受到迷惑，它不能留在神界，就让岩谷里的毒火来毁灭它，以永绝后患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！我是太阳神，是神界灵力最高的天神，岂能被一颗小小的魔界之物所诱惑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笑话！御车神将，末将在。地魔兽虽已伏法，但是还有一些漏网的小妖魔存在。夸父，你和战神刑天，还有伏魔天神，再回人间，会合镇守四方的四大天神，搜掘那些漏网之魔吧。御车神将，赶快去召唤龙鸟神车，我要赶回不周仙山，将蓝灵珠放在神殿之中，待所有的邪魔灭亡之后，我再毁灭它。现在蓝灵珠先交给你保管，不要将它丢失。是。炎帝，你怎么了？不能留下这幽暗之珠。嘿，刑天，你竟敢不听我太阳神的号令！大呀！刑天，
想到，你最信任的人却暗害了你呢。你就是炎帝的女儿精卫。夸父，我要替我父亲报仇，我要和后羿一起杀死羿和这个邪魔。夸父，你把冰宫玄剑给我吧，我是太阳神的女儿，我一样可以使用冰宫玄剑的。夸父只要将冰宫玄剑交给精卫，赦免炎谷之火，就能救出炎帝，打败天帝。夸父既已成魔，他又怎么会救出炎帝呢？他和天帝一样，都在盼着炎帝早日形神俱灭。你想想，他怎么会将冰宫玄剑交给精卫呢？不，我绝不能让他们恶毒的心愿得逞。我一定要拿到冰宫玄剑，只有这样才能救出父亲。我一定要救出父亲。可是夸父绝不会信任你，不会让你得到冰宫玄剑的。他只会把冰宫玄剑交给后羿，让后羿为他打败天帝。你想干什么呀？因为你不能使用这把冰宫玄剑，只有后羿才能用。用它射下金乌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打败羿和了。王母、青鸟，你们说的对，夸父果然不愿意将冰宫玄剑交给我，他们都不愿意去救父亲，他们只想用冰宫玄剑打败天帝，争夺神界的权利。夸父，我只是想用冰宫玄剑和后羿一起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呢。孩子，现在你能够明白过来就好啊。你能和后羿联合，我看到了很高兴。当时羿和杀害炎帝以后，把我和刑天污蔑为凶手，欺骗了众多的天神。其实，王母早就看破了羿和的阴谋了，她一直在等着打败天帝的机会，就是她让我来帮助后羿的。夸父，这次到这里来找你，幸亏有了精卫的帮助，我们躲过了很多天神的追杀，我们才能见到夸父您呐。哎呦，小主人呐，你怎么只提精卫，把我老鬼撇到一边去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老鬼。老鬼，这一路上我不听你的话，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，你不要怪我啊。哎，我老鬼一路上是啰嗦了一点儿，不过老鬼是忠心的，我是替小主人担忧啊。我知道，老鬼是最忠心主人的，没有老鬼的话，我怎么能够救下你这个小娃娃呢？你为什么把炎帝打下炎谷？到底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从今以后就没有太阳神了，我伏魔天神将主宰神人魔三界。刑天，快走！羿和盗取了太阳神的灵力，我们打不过他，以后再想办法救炎帝。哼，谁也救不了他。我的伏魔神伞将化成神界最强的封印，除非天为绝，炎谷灭，否则没有任何力量能救出炎帝。刑天，快逃！我去救炎帝！呀！走！你们谁也别想走！我要让你们在炎谷中和地魔兽一起魂消魄散。羿和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哼，我做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做。是你和夸父这两个沦为邪魔的神界败类，杀死了炎帝。我已经获得了太阳神之灵，我将要用吸满太阳神之灵的日光神镜，消灭你们。主人，羿和盗走了太阳神镜，你打不过他，快走！小主人刚刚出生，还等着你呢。老鬼，你先走，带着小主人和夸父一直往北走，那里是太阳之灵最弱的地方。夸父，先带老鬼走。主人，你也快走吧。老鬼听话，快走。我是神界的战神，只能战死，不能临敌后退。记得带小主人和夸父到北方冥海。走啊！当时
主人阻拦了议和，让我和夸父从日光神境强大的太阳之灵中逃出了岩谷。在岩谷之外，夸父的神鸟鲲鹏带领着我们，在人间找到了小主人你。听夸父和老鬼的讲述，好像不假。难道他们真的不是议和的同盟？难道真是议和一直在诬陷他们？不，王母说过，这是他们邪魔之间发生了分裂，他们都想独霸三界。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，不能。那你们在那里找到了我，那我的母亲呢？你的母亲，你的母亲，你的母亲是天地之间最善良的人。当初天地议和和老主人在人间驱逐妖魔的时候，捉住了我这个不属于神界的精灵。虽然我不是人间的邪魔，但我不是人类，更不是天神。按照神界的天规，我就不能生存，就要毁灭我。是你的母亲，在她的再三恳求之下，我才得以保全生命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跟随了老主人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你的母亲是一个凡人，她并不明白神界的变故，她一直在期盼着你和老主人一起回到她的身边，回到你们在人间的家。她就一年一年的期待着，直至老去，直至死亡。母亲，我也有母亲，真可惜我从来没见过她。她为什么会老？为什么会死？她如果像我们一样，能够在神界中永生，那该多好！刑天和议和之间展开了惊天动地的战斗。这一场大战历经3天3夜，拥有太阳之灵的议和最终杀死了刑天。刑天与天地议和的这一场大战流传在人间，变为英雄的神话。中国古代神话集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曰：刑天与地至此争神，地断其手，葬于长阳之山，乃以乳为目，以其为口，操肝气以武。刑天临死之前，将他战神的力量之源圣灵石化为灵光，飞入到他那在人间刚刚出生的儿子身体中。刑天虽然失败，但他死去的身躯却一直不倒，最终化为一座顶天立地的高山。议和虽然胜利，却也几乎消耗了全部的灵力，他只能躲在不周仙山的神殿中，依靠日光神镜来吸收太阳之灵。他时刻担忧着夸父和后羿会打回不周仙山，于是他对众神编造了修炼金乌救炎帝的谎言，妄图以金乌的力量来彻底消灭夸父和后羿。为了躲避议和的追杀，我把你带到了太阳之灵达不到的万丈玄冰之下。可是你的体内流淌着人类的血液，你必须像人类那样生活，才能长大成人。可是，在这万丈玄冰之下，我无法让你像人类那样生活，只有把你冰封在这玄冰之中，足足封了有1000年呐。这1000年里，
我回到了我成为精灵之地的迷雾鬼林。在那里，我走遍了周围的人类国家，一直寻找着能帮助小主人的人类呀。现在，我练成了我的冰宫玄剑，一和也即将练成他的金乌。我将把你送到人间，在那里长大成人。这时，我也在人类找到了一个善良的人。乖乖，好孩子。好孩子，是武伯把我抚养成人的，可是他却惨遭天神的杀害。我一定要替武伯报仇，我一定要打败天帝。孩子，你终于长大成人了。我一定要像我父亲那样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战神。好，啊，只有西王母知道事情的真相吗？不是的，西王母她本来想把真相告诉其他的天神，但是又怕他们会误会，更怕这其中有天帝的同谋。这1000年来，我一直想说服水神共工，可是他一直不愿意多听我说起这神界中众神的劫难。王母说，天帝很快就炼成金乌了，而现在要阻止天帝拥有金乌，是最要紧的大事。不错，绝不能让天帝拥有金乌，绝不能。可是今天，我还不能保证后羿体内的圣灵石和他人类的身体融为了一体。那怎么办？不要紧的，虽然他们不能融合在一起，但足可以使他用冰弓发出玄剑。本来我很担心羿和会联合其他天神来阻挡后羿，可是现在有了精卫，有王母，还有你老鬼和众星神的帮助，后羿一定能够战胜羿和的。孩子，你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到我修炼灵力的冰台上去，我将为你打开体内圣灵石的灵光。是不是打开了圣灵石，我就能拥有我父亲留在圣灵石里面的力量了？对，但也不对。打开你体内圣灵石的灵力，虽然你具有战神的力量，但是不会很强大。真正战神的巨大力量，只有你和众天神决战的时候才能爆发。你会成为一位真正的战神，你的战斗力会越来越强大。我记住了，我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战神。后羿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天地间最有正义感的战神。老鬼，快进去歇息吧。孩子，神人魔这3界的灵力，全都来自于太阳之灵、混沌之灵、幽暗之灵。太阳之灵属于天神，幽暗之灵属于邪魔，而混沌之灵才可以把2人所控。我是众星之神，我没有太阳之灵，但是我有巨大的混沌之灵。后羿，你身上的圣灵石正在吸收3界巨大的力量，
所以你现在应该明白，你是天神当中唯一具有3种力量的天神。我知道了，我也知道，正因为如此，义和才派出4大天神来追杀我，是吗？义和很快就要练出了金乌，他会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巨大力量。现在只有用我练出的冰宫玄剑，才可以对抗金乌。可惜呀，除了你，没有别人可以使用我的冰宫玄剑，发出它巨大的威力。哎，可是精卫跟我说，他也可以使用冰宫玄剑呢。是的，她是太阳神的女儿，她可以使用冰宫玄剑，但是她只能以太阳之灵的力量来使用它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金乌是神界最强大的太阳之灵，那光是凭精卫的太阳之灵是比不过他的，是吗？对，我也可以使用冰宫玄剑，但是只有拿我的混沌之灵和金乌的太阳之灵融合在一起，那样的话，我斗不过金乌，那金乌也斗不过我。是不是只有强大的幽暗之灵才能克制金乌身上的太阳之灵？你体内的圣灵石已经被激发，孩子，去将冰宫取出。好，接着。精卫为什么还没有出来？精卫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他一定会把夸父引出冥海。青鸟已经深入到冥海，他的混沌之灵会看到精卫的。孩子，用太阳之灵拉开这把神弓，用我的混沌之灵保护着自己，不要受到金乌的伤害。你用幽暗之灵射出你手中的神剑。我知道了，我手中的神剑将会射向充满太阳之灵的金乌。等一下，孩子，你身上只有10支箭。当你和诸神决战的时候，你的每支羽箭都要射中一只金乌，必须射中。夸父，你放心，我手中的每一支神剑都不会让一只金乌逃脱的。吴伯，你一直勉励我学好射箭。你说人间不光有野兽，还有比野兽更残暴的邪魔。你让我将来用手中的剑去消灭邪魔，我一直都不能明白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天地就是邪魔，是天地间最大的邪魔。我要消灭天地间所有的邪魔。金乌就是天地，天地就是金乌。
间神界魔道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抗金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嘿！飞吧，飞吧，我的金乌！快飞吧，金乌！消灭那些违抗天命的邪神，不是违抗天命的邪魔。金乌来了，一河的金乌来了！这老小子怎么练了这么多金乌啊？快，大家各占方位，保护后羿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是天帝，世间独尊的天帝。你不是天帝，你是邪魔，你是天地之间最大的邪魔！我要打败你！哼！没有人能够战胜我。错，我能。每一支玄剑都必须射中一只金乌，都必须射中一只金乌。后羿，你身上的圣灵石，还没有和冰宫仙剑融合在一起，这样是无法射落金乌的。是炎帝，炎帝，炎帝，父亲，是父亲，父亲！太迟了。不好，四大天神挡不住金乌的威力。炎帝，你的痛苦就要结束了。这个世界，它只属于我。哈哈哈哈哈！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后羿哥哥，后羿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天地之间，唯我独尊；天地之间，唯我独尊。后羿，放下你手中的冰宫玄剑，我封你为神界的新战神，让我们联手诛灭所有的邪魔，重建新世界，再创乾坤。羿和，你休想！你的阴谋休想得逞！这不是阴谋，我是天地间唯一的主宰。羿和，炎帝才是神界真正的统领，放出炎帝是你唯一的选择。羿和，你才是邪魔，
你是天底下最大的邪魔。没有炎帝，没有太阳神，岩谷的毒火将在金乌的照耀下永远燃烧，燃烧的毒火将永远毁灭炎帝的神灵，他的神灵，他的魂魄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真正的太阳神，天地间唯一的主宰。警卫，快带后羿走，我们快支撑不住了，快走！警卫，快走啊！西王母，我不走，我们不能走啊！王母，你怎么样？哎呀，怎么样？义和，你小子听着，浩羿已与冰宫玄剑融为一体了，你小子还不认输吗？静薇，你是太阳神的女儿，你和金乌的灵力相同，金乌无法伤害你。你赶快去帮后羿，帮后羿射金乌。
是火神，我是真正的天神。真不忍心伤害你，可是你却要伤害我的金乌。你是太阳神的女儿，金乌是不能伤害你，可我的伏魔法力能把太阳神打下岩谷，你又能逃得了吗？青鸟姐姐，谢谢你。精卫，天帝在以伏魔灵力攻向你，快以幻影咒围住金乌。好。精卫，快念咒语。好。太阳之灵，光照四方，幻影如我，我如幻影。后羿射落了9只金乌，他的故事成为中国英雄战胜天灾的神话。后羿射日的故事在人间一代代流传，一直流传了数千年，并还将流传下去。中国神话集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曰：“尧使10日并出，尧使羿射9日，落为卧交。”天，你竟敢不听我太阳神的号令！在2005年有这样一部神剧，无论是剧情还是特效，相比现在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尤其服装和道具更是略显浮夸。而里面那熟悉的台词，直到现在重温一遍也是一如既往的尴尬。例如这句：“太阳之灵在我之上，我如白虎，白虎如我。”又或者是这句：“混沌之灵在我之上，在我之上，除以邪魔。”而故事的年代发生在上古时期，那时灾难降临，无边洪水泛滥，冲垮了3界的屏障天为之门，群魔乱舞，人类流离失所，妖魔得以统治世界。所幸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太阳神带领众仙在不周山建立太阳神殿，治理水患，驱逐妖魔，为保护天下苍生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神魔大战。其中有太阳神炎帝、战神刑天、伏魔天神羿和以及星神夸父等传说中的英雄。伏魔天神义和听令，记起你的伏魔伞，不要再放走一个妖魔。却见炎帝与羿和记起法宝，刹那间金光闪过，太阳神力呼啸四方，眼看魔兽被消灭的七七八八，日晷一落下化作神坛，风雷水火4大天神各显神通，施展咒文落于祭坛4角，化作雕像永镇邪魔，还剩下最后的亮魔兽与地魔兽了。炎帝命夸父与刑天前去追击。你们追了我3000年，也不能奈何于我。眼看将地魔兽逼入一处岩浆池，终于将他逼急了，使出蓝灵珠进行反击。一颗小小魔珠打得刑天与夸父左至右处，只能狼狈抵御。等待数日，
炎帝与义和终于赶来支援。炎帝抬手射出一道灵光，重创地魔兽。地魔兽利用蓝灵珠逃离岩谷，炎帝获得了蓝灵珠，却被其中的邪术诱惑了心神。蓝灵珠作为魔界吸收幽暗之灵的根本，是天地间10大邪魔之首地魔兽的法宝，其中蕴含着无尽的幽暗之灵，至阴至寒，魔力无限，能摄人心魂。蓝灵珠不能毁灭，我们现在还不能毁灭它。我要留着它，留着它！一旁的夸父与刑天缓缓靠近，他们看出了炎帝的异常，准备趁其不备将蓝灵珠毁灭。没想到炎帝反应更快，一道太阳神光将刑天和夸父击退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义和却突下毒手，降魔伞重重轰在炎帝腰腹部，将炎帝打落岩谷。炎帝号令诸神的太阳神镜落入义和手中，反手记起降魔伞封印岩谷，先发制人污蔑刑天与夸父。可夸父这2个沦为邪魔的神界败类杀死了炎帝，我已经获得了太阳神之灵，我将要用吸满太阳神灵力的日光神镜消灭你们。夸父眼看不敌，赶紧打起了退堂鼓，飞身溜走，连身边的法器老鬼也劝他赶紧溜之大吉。可刑天不为所动。主人，你也快走吧！我是神界的战神，只能战死，不能临敌后退。随即义无反顾向着义和冲去，两人在云端大打出手，一次次碰撞激烈无比，仅仅是战斗的余波就震得下界地动山摇，一道道流火仿佛陨石坠落，砸得夸父只能狼狈逃窜。刑天挥舞着手中的巨斧，抵御着义和的太阳神镜，一道回旋斩霞光万丈，却伤不了义和半根毫毛。义和抬手催动法宝，不仅有太阳光束射出，更是将刑天的攻击反弹。刑天手中的盾牌碎裂开来，只能疯狂挥动斧头，然而劈砍了3天3夜也无法攻破太阳神镜的防守，最终他的力量耗尽了，斧头断开，斧刃划过自己的脖子后命丧当场，从天空坠落，激起漫天火海。夸父垂泪为老友送别。刑天！另一边，义和返回神界，他将刑天和夸父的背叛，以及将炎帝压在了岩谷的事情告诉了众人，真真假假的说辞，再加上用法力幻化出的部分场景，成功取信了诸神。义和如愿以偿招来太阳神镜，暂代太阳神之职，只待千年之后彻底消灭太阳神，取而代之。谁知道你跟那个小邪魔闹什么障眼花招？你这个混账火神！火神冤枉龙王放走了后羿，这下可把龙王气坏了，一头撞在火神的胸口，不料下一秒就被对方一击震飞。自王母不顾一切催动白虎令与朱雀齐相抗后，祝融便挥舞大旗，左一道右一道，催动火焰焚烧后羿，眼看就要将他炼化。忽然天空中有雷电袭来，正劈在他和龙王身上，爆炸开来，打断了施法，将二人击退。王母也被反噬震晕了过去。后羿趁机逃跑，只留下2个神灵在此干瞪眼。小邪魔逃跑了！这火神，你怎么搞的？龙王爷，你还真有一手！龙王抱怨火神放走了后羿，火神感受着身上的雷电之威，怀疑是龙王暗中相助，毕竟他是雷神嘛。龙王无端端被冤枉，气急败坏，话都说不利索了，看着天上的闪电，百口莫辩，干脆一头向火神撞来。可惜他现在一点法力都使不出来，火神轻轻施展法力将他击飞。龙王在天上翻着跟头撞在树上，只把浑身骨头都撞散架了。眼看他真的没了法力，火神这才相信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这个混账东西啊！你差点把我老龙王的骨头架子给闹散了！哎呦，好了，是我火神错怪你了。过了好半天，两人终于回过未来。这是有别的天神在攻击朱雀旗，帮助后羿逃生。忽然间地动山摇，雷泽方向电闪雷鸣，地魔兽不断冲击着封印，空间为之扭曲。所幸龙王的电闪雷鸣阵还算坚固，将他牢牢困在地下。但这不是长久之计，火神打算召集4大天神联手加固封印。另一边，王母终于无法隐瞒，将炎帝遇害的真相告知精卫。天帝，你好狠毒啊！你昨天还亲口告诉我说你要用金乌救出父亲，没想到你就是害我父亲的凶手。精卫惊怒交加，泪水与雨水混合在一起，他小小的心灵中充满了仇恨。他下定决心与后羿联手共抗天帝。于是王母带他下界，正好看见后羿埋葬了武伯后失魂落魄，拼尽全力返回村子，却倒在路边，被同村的小孩带回家中。与此同时，一位将军正在为国师寻找祭品，选中了这个与后羿相识的孩子。后羿当即出门制止。住手！蒙代家只有1个孩子，你们不要动他。要走，我和你们一起走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将军想起了前几天的耻辱，当即改变了主意，将后羿当作祭品带走。精卫见状，装作不通法力的小丫头，故意被白灵法师抓走，一同成为了祭品。祭祀大典上，两人被推上了祭台，跪坐着绑在一起，像是要拜堂一样。
精卫目光奇异望着后羿，原来他就是自己一直想杀的小邪魔，而自己却要与杀父仇人的儿子联手，一时间心情复杂。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，没事的，我会想办法的，我会救你的。随后两人被作为祭品推入了河中，忽然间平静的湖面开始翻涌，出现了巨大的漩涡，黑色的漩涡将两人吸附，卷入了冰冷的湖水之中。等到清醒过来，已被绑在石柱之上，原来是白帝将他们抓了过来，当做饭后小甜点。白帝一脸痴汉相，对着后羿和精卫左闻右嗅，紧接着他伸出长长的舌头对着精卫舔来舔去。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神仙肉了。精卫被魔力控制，一点法力也施展不出，索性圣灵石发动，震碎了绳索。后羿当胸一拳正中白帝心窝，将白帝打回原形。白帝的实力真的只有这么点了，后羿和精卫能否逃出险地？金乌就是天地，天地就是金乌。人间神界魔道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抗金乌。天地的金乌终于炼成了，9只金乌从日光神镜中飞出，如众星捧月般将羿和拱卫在中央。羿和抬手释放太阳波纹，打得4大天神狼狈不堪。就在之前，地魔兽妄图利用神人盟约坑后羿，谁料被精卫识破，指使老鬼施展精灵咒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地魔兽，你好无耻！竟然想利用人间与天神的盟约来取胜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我老鬼不是天神啊！地魔兽显然忘了这一点，猝不及防下，蓝灵珠被老鬼打爆了，黎落倒飞而出，跌落在地。眼见地魔兽与黎落的魂魄融为一体，准备逃跑，老鬼当即施法，将两者的魂魄通通打入幽冥。只有通过神庙的巫师灵婴才能唤回黎落的魂魄，解决了地魔兽的威胁。众人齐聚不周山下，面对一合的伏魔大阵，众人在里面来回兜圈子。后羿全力施展圣灵石打碎大阵的魔力，却始终无法走到一合的大殿。最终还是龙王看出了玄机，伏魔大阵的力量来自太阳神殿，往返循环，循环往返，怎么打都打不碎的，再打也是白费力呀。眼看炎帝大限之日就要到了，圣灵石的力量也在不断消耗，莫非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就在此刻，祝融终于认清了内心的贪婪，洗心革面重新做神，带着朱雀旗赶来相助。不，我火神并没有背弃4大天神，我是天神，我永远是火神。祝融来了，祝融来了！祝融手持大旗，威风凛凛，一时间4大天神齐聚，4人齐齐祭出神兵。时隔1000年，4人终于又联合在一起共抗邪魔。4大神兵齐发威，当场打碎了伏魔大阵的封锁。此时在太阳神宫中，羿和终于成功炼制了9只金乌，沉浸在他无敌的喜悦中。9只金乌从日光神镜中飞出，周身包裹着雄浑的太阳真火，连空间在他们的炙烤下也扭曲变形。这就是天地掌控的终极武力。另一边，众人来到了天神太阳神宫，面对9大金乌的威胁，一个个面露凝重。4大天神各占方位，将后羿护在中间，保护我方 ADC。这一手4保一在金乌的围困下，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可靠。随着一声爽朗的大笑，隐忍1000年的羿和终于展现出他的真面目，在金乌加持下发出无量光波，众神联手只能勉力相抗。我是天帝，世间独尊的天帝。你不是天帝，你是邪魔，你是天地之间最大的邪魔，我要打败你！后羿向着天帝发起了挑战，只见他弯弓搭箭，瞄准了金乌，眼看就要射出，炎帝的声音忽然在大殿中回荡：后羿，你身上的圣灵石，还没有和冰宫血剑融合在一起，这样是无法射落金乌的。还好有炎帝提醒，险些铸成大错。众神听到炎帝的声音，欢欣鼓舞。羿和不再拖延时间，凝聚金乌之力，强行施压。后羿当即被金乌的灵力射瞎了双眼。天帝眼见诡计得逞，大为得意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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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地之间，唯我独尊。天地之间，唯我独尊。9大金乌光芒洒落人间，天地间忽然多了9个太阳，直烤的大地火热无比，人间百姓一片大乱。这可真是灭世一般的灾难，莫非就没有人可以制服羿和了吗？跪下吧，火神！
在我面前跪下，你将是天地间除我之外唯一的天神。没想到火神的本源和金乌相同，虽然金乌不能伤害他，但是天帝的伏魔法力却压制着火神。面对天帝的威胁，火神迟疑了，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。他想起了精卫不计前嫌相救自己，想起了精卫对他的信任。火神信念坚定，我是火神，我是真正的天神。自羿和制造金乌之后，他的太阳之光便十分厉害，仅仅是稍稍催动，就将后羿双眼射瞎，就连四大天神也难抵挡着他的力量。后羿，放下你手中的冰宫玄剑，我封你为神界的新战神，让我们联手诛灭所有的邪魔，重建新世界。眼看大局已定，羿和悬浮在9只金乌核心，悠然自得地招揽后羿。众人眼见羿和嚣张，义愤填膺，却也只能口头上逞威风，没有实际效果。羿和丝毫不将众人放在眼里，只是尽情释放着他的全能，滔天灵力镇压而下，瞬间将4大天神打倒在地。原来刚刚羿和还没有用出全部力量，9只金乌的光芒实在可怕。正在这时，感应到后羿的危机，圣灵石放出柔和的光芒，无风自动漂浮起来。后羿虽然看不见，却仿佛感应到了什么，起身举起手中的冰弓。在众人惊讶和欣喜的目光中，圣灵石竟然与冰弓融为一体，弓身绽放出雪白色的灵光，仿佛这一刻才真正觉醒其神气的力量。后羿手握冰弓，似乎眼睛也被神气修复。只见他弯弓搭箭，直指金乌。然而金乌的光芒实在耀眼，后羿久久无法瞄准。精卫和青鸟飞向天空帮助后羿，眼看似乎事态有变，羿和当即震倒4大天神，来到中央大殿之上，启动他的棋子。火神，你的本源和金乌相同，金乌是不能伤害你，可我的伏魔法力却可以消灭。面对天地的威胁，火神迟疑了，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。他想起了精卫不计前嫌相救自己，想起了他对自己的信任。火神信念坚定，朱雀旗神光大放，一道绚烂的火柱轰向羿和。然而羿和早有预料，召唤出一只金乌挡在身前，挡住了祝融的攻击，甚至吸取了朱雀旗的力量。祝融大气狂转，仿佛毒龙钻一般戳向羿和，却被反弹回来的太阳神力打飞，重重摔在地上。另一边，青鸟施展混沌灵力定住金乌，后羿一剑射去，一声爆鸣，金乌化作流光消散。精卫分身多人也困住一只金乌，同样被后羿射落。金乌遇上冰宫玄剑，真是遇到了克星。面对天神无往而不利的太阳神力，却没有丝毫抵抗之力，就被后羿射爆。羿和看着苦练千年的金乌，一只只惨遭毒手，肺都气炸了，终于不装了，展现出他狠辣的一面。一道伏魔灵力向着精卫袭去，还好青鸟一直护持在精卫身边，帮他挡下杀招。借着青鸟争取的时间，精卫施展幻影咒，再次困住一只金乌。后羿弯弓射日，天空仿佛有烟花盛开。羿和杀招频出打向精卫，却被青鸟用身体挡下。精卫，小心啊！青鸟姐姐，青鸟姐姐，别管我，快用幻影咒，快用幻影咒围住金乌！眼见从小带自己长大，亦师亦友的青鸟用身体挡住天地的攻击，为自己争取时间。精卫哭泣着施展咒语，帮助后羿困杀金乌。看着精卫的力量，青鸟十分欣慰，继而继续拦阻羿和的伏魔神咒。在两人的帮助下，后羿终于射落了9只金乌，完成了近乎不可能的神迹。3箭齐射，后羿的英姿永远留在人们心中。中国神话集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曰：尧使10日并出，尧使羿射9日，落为卧交。你什么都想到了，可你就是没有想到，我是4大天神中的水神，我是水神。水神记起玄武印飞身扑向羿和，水火不相容，当即发生巨大的碰撞。羿和的元灵被冻成冰块，随即爆裂开来，与羿和元神相连的太阳神镜也炸成了碎片。羿和终于被永远的消灭了，共工也失去了他的生命。在青鸟和精卫的帮助下，后羿终于射落了9只金乌。精卫倒没什么，青鸟却因承受了羿和太多攻击，再也无法睁开双眼。精卫放声痛哭，看着青鸟的魂魄远远飞走，众人一时黯然。然而此时众人还有更紧要的事情要做。天帝羿和尚未伏诛，不过受到金乌死亡的反噬，羿和口角溢血，看来也是强弩之末。众神上前逼迫他关闭天为之门，打算救出炎帝。王母好言相劝，希望羿和保留他作为天神最后的尊严。我知道你还能关闭天为之门，能将炎帝从镇魔石下解救出来。如果你这样做了，天地人神谁也不会忘记你。
你曾经是一位天神，是一位想要伏魔的伏魔天神。听到炎帝的名字，羿和心中充满了愤怒与嫉妒。他从天空召来日光神镜，原来这件神器就是天为之门的本体。羿和掌控天为之门1000年之久，自然领悟了使用它的法门。他将自身与天为之门融为一体，日光神镜光芒大放，似乎永远也无法关闭。祝融，我会让你成为天地间永远的天神，唯一的天神。羿和的法力透过日光神镜射出，将火神定住，随即吸入神镜之中。在出现时，祝融浑身金光大放，威风凛凛，脸上却出现了与羿和相同的纹身。我是天地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天地。原来这具身躯已经被羿和夺舍，火神早年的恶行终于付出了代价，一切都在羿和的算计当中。只见他操纵着火神之躯，双掌冒出火焰，强大的能量将众人逼得连连后退。后羿取出了刑天遗留的法器，一手持盾，一手持斧，大斧挥动，打出2道气浪，却被羿和通通挡下。后羿射日耗费了大量体力，他的斧芒难以威胁到强大的天地。邪魔，你的力量已经消耗的太多，就像1000年之前的刑天，地魔兽消耗了他的灵力，我才能砍下他的头颅。现在金乌已经消融了你身上的幽暗之灵，你根本就不再是我的对手。眼见大日西沉，最后的时间就要来临，莫非1000年之前的悲剧又要重演？这一次羿和恐怕真的要一统天下。就在此时，共工站了出来，在4大天神中，他的灵力对抗火神会有起效。共工当即施法，他用元灵驾驭玄武印，涌入了火神体内。天地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这次栽了大跟头。共工的灵力将他的元神冰封，两人元神碰撞，激起巨大的爆炸，竟然连不周山都无法承受这样的攻击。太阳神殿当即损毁，太阳神镜也被打得粉碎，天为之门永远的关闭了，神界的一切将成为过眼云烟。而邪魔们也再次降临大地，洪荒之灾重现人间，神庙下的冤魂蔓延而出，他们将在幽暗之灵的帮助下重新复活。所幸天无绝人之路，天为之门关闭，镇魔石的封印因此碎裂开来。封印1000年的炎帝终于走出了岩谷，他将带领着众神迎战复活的邪魔。太阳之灵，在我之身，临风如我，我如临风。老鬼对天神充满了戒心，毕竟他的主人刑天就死在天神之手。见到精卫，当即用骷髅法术将他困住。可精卫也不是好欺负的，凌风法术发动破阵而出。可后羿就惨了，被巨大的骷髅一口吞下。自从精卫和后羿被关进蓝灵珠中后，二人一同追得白帝四处乱窜。好在精卫的激将法终于有了效果，白帝不堪被嘲笑，像只幽灵一般滑行而出，勾引后羿上去攻击。一通挑衅后，不等后羿和精卫做出反应，跳入墙壁不见了。两人拿他毫无办法，毕竟这里是白帝的主场。后羿无奈只能用圣灵石的力量四处乱打，几次尝试后，将石壁打出巨大的裂缝，一时间地动山摇。白帝终于坐不住了，再不出现洞府都要被打垮了。两位小天神，聊完了吗？我肚子饿了，还不过来让我把你们俩吃了。后羿赶忙冲上前去，白帝慌忙逃跑，故技重施穿墙而过，这次却不好使了。后羿精卫一把抓住了他的脚，把白帝卡在墙中，可惜最后还是被他溜了。现在地魔兽已经被4大天神重新封印，他们很快就要来抓后羿了。王母暗中施法炸开了白帝洞府，精卫见状当即施法带着后羿飞出了洞府。逃出升天的两人还没喘口气，又被将军和白灵法师带人团团围住。你们竟然打白帝！你们打了白帝，我怎么办啊？没有了白帝，我怎么赶走黎洛？还我白帝！将军越说越气，抡起大斧冲向两人，后羿一拳将他震退，圣灵石却没有发挥力量。眼见情况危急，精卫当即施法，一击之下打倒一片追兵，带着后羿化作金光遁走，逃过有穷国的追兵。随后二人来到迷雾鬼林寻找老鬼，他们有太多的疑问要找老鬼证实。在巫师黎洛的帮助下，两人终于见到了老鬼。老鬼见到两人，二话不说施法召唤骷髅，对二人展开了攻击。后羿与骷髅决力处在下风，最后被骷髅一口吞下。与此同时，精卫也被骷髅阵法包围。太阳之灵，在我之身，临风如我，我如临风。待他施展凌风咒破阵而出，早已不见了后羿的影子。另一边，骷髅并未伤害后羿，而是化作老鬼带着后羿离开。见到小主人，老鬼激动异常，跪倒在地，哭喊着认主。喂，你干嘛？主人，我的小主人，
今天我老鬼终于见到你了。后羿从老鬼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，两人回到迷雾森林，准备去寻找星神夸父。老鬼却中了黎洛的诅咒，无奈之下，两人只好先前往有穷国，帮助黎洛完成心愿。路上却又遭到士兵围困，原来将军早已投靠了白帝。后羿当即与有穷国的将士们打了起来。将军武艺高强，一柄大斧虎虎生风，与后羿打得有来有回。黎洛却是个半吊子，没一会儿就被制住了。另一边，白帝正在玩耍自己的蓝灵珠，老鬼变化成精卫的样子戏耍白帝，他却没想到自己一番举动早就落在远处真精卫和王母的眼中。太阳之灵，光在南方，烈焰如我，我如烈焰。火神祝融一段跳大神的表演后，释放出熊熊烈火将后羿包裹，可惜有烟无伤。后羿在圣灵石的保护下完好无损。圣灵石，圣灵石！自武伯牺牲了自己为后羿开辟生路后，看着失去法力的龙王，后羿眼中杀意弥漫。正在这时，火神祝融从天而降，原来是天帝看出龙王有难，于是特意派他前来支援。面对两位神灵，后羿丝毫不惧，反而上前两步。这就是小邪魔。我不是小邪魔，我只是个猎人。我从小到大和我的武伯在这个森林里面长大，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，从来没招惹过是非。你们凭什么无缘无故就杀害了我的武伯，还要杀害我？面对后羿的质问，火神作为天帝的走狗，自然知晓前因后果，丝毫不为所动，反而心中杀意大起，口中念动咒语。只见数道火焰在他手中汇聚，化作一面令牌，眉心火焰纹路光芒四射。火神元神在脑海中施法，催动一面火焰大旗，释放熊熊烈火。一通花里胡哨的操作后，一招喷射火焰冲着后羿飞来。危机关头，圣灵石光芒大放，帮助后羿抵御火神的攻击。滔天烈火宛如撞上了礁石，分散消失，竟伤不到他半根毫毛。两人都吃惊不小，心中各种思绪翻涌。圣灵石，圣灵石！为什么天神不能伤害我？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出现红光？难道我真的是个小邪魔吗？后羿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，眼前的一切颠覆了他的世界观。神灵那边，眼见火焰无法伤害后羿，龙王打算叫救兵支援，火神偏不信邪。只见他全身散发红光，火焰喷涌而出，化作火焰伏魔圈，将后羿团团围困。后羿顿时惊慌失措，却见火神操控朱雀旗四下挥舞，一道道火焰不断涌出，神兵发威，震动四野，天地生出红光万丈。连远在天边的西王母和精卫都有所感应。太阳之灵在我祝融！随着一声声呼喝，火神招出一道道火焰，缠住后羿双腿。火势凶猛，却未伤他分毫，只是阻止他逃跑。圣灵石也无可奈何。龙王在旁边欢呼叫好，仿佛是他擒住了小邪魔。精卫听闻祝融正与邪魔斗法，也打算下界相助。王母却是知晓真相，当即将他拦下。与此同时，后羿还在朱雀火焰中苦苦挣扎，但圣灵石无人催动，到底敌不过火神加持的朱雀旗，被死死困在了原地。眼看火焰越来越强，就要将后羿烤成人干，王母不能再等了，当即催动白虎令。太阳之灵在我之上，我如白虎，百步如魔。却见鲜花漫天飞舞，王母跳起轻快的舞蹈，催动白虎令死死挡住了朱雀旗。然而这一举动却引来了天地的震怒。西王母，太过分了！你为了救炎帝，竟敢逆天行事，不顾一切！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神兵们互相攻击，会破坏不周仙山的天为之力，会让我镇压邪魔的封印法力减弱吗？天空中电闪雷鸣，雷池大则封印震动。龙王又不在，地魔兽的魔气突破封印而出，但为了保护后羿不受伤害，王母顾不得这许多了。她端庄优雅盘膝而坐，好似一位圣母，却为了救出情郎炎，将人间再度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